欢迎大家回来。这个礼拜我们都知道 G7 峰会在法国召开啊，那么会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7国领袖呢，除了在乌克兰议题上面达成共识，说要加强对基辅的军事支持，也要扩大制裁俄罗斯。另外 ，G7 各国也同意，2030年以前呢，不应该从单一国家进口60%以上的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G7 的领导人也承诺在年底前要制定具体目标。摆明就是针对中国大陆啊，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呢，彭博也立刻指出啊，说很多重要的矿物从开采到精炼，不仅技术的门槛高，环境成本也相当沉重。更关键的困难点在于呢，中国大陆在加工能力上还有产业的 know how 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复制的。所以呢，彭博就认为，如果要真正摆脱中国大陆在采矿、精炼、加工跟磁材制造上的深层优势，仍然需要多年的时间跟庞大资本的投入。另外一头也看到，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呢，最近他们跟能源燃料公司 Energy Fuels 签署了一项金额是7.25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承诺协议，目的呢就是要扩大美国本土的稀土加工能力，希望降低对中方稀土供应链的依赖。好 ，G7 这次看到像是大拜拜的这个又开了一次会，好，表明决心，说接下来还要联手。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针对中国大陆啊，针对北京要累积他们的谈判筹码。但是彭博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也说了个大实话，点出了难处，就是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怎么看 G7 的稀土新战略，尤其是那60%的红线目标达得到吗？倩姐，它这个60%，当然你要看是什么稀土啊，就是重稀土是应该不可能达到，但是有一些目前譬如说在马来西亚啦或其他地方也可以提炼的，它或许有可能达到近似，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啦，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呢在开采部分是全球70%，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分离加工是90%，在永磁的原料部分呢，也是90%。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从美国开始想要绕过这一条链啊，其实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美国最初做的就是，我想那个巫老师一定很熟，在 Mountain Pass 这个地方，这个已经废弃的矿场呢，那美国现在由国防部啊，也带领了各种各样的公司一起去入股以后呢，要在南部去建立它的永磁工厂。那现在它正在积极的处理，那是国家介入。那么另外呢，它也在外国，主要是在澳洲有一小部分在其他的国家用澳洲的矿产在别的地方建立分离厂，譬如说到马来西亚建分离厂。那现在呢，可能我最近看到它的那个 Energy Fuel 那个公司要去收购澳洲的那个战略矿产公司啊 ASM， 然后他们是要到韩国去建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去挪开这个稀土供应链的做法，多半在美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呢，它在国内试图的是在国内建立一个至少在后端做那个永磁的能量。那它前端只要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供给的话，它后端那个现在中国大陆占90%的永磁的部分呢，它可以增加一部分它的战略安全。是。可是其他的国家，你还是得要向一个国家买啊。你要到哪一个国家去买呢？目前就算是澳洲跟马来西亚的合作，或者是将来美国收购了澳洲去跟韩国的合作里面，都还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是那种比较重的稀土啊，重稀土的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可以在3年5年之内可以有一定的供应。所以这个60%应该就是说人类要去登月一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其他的国家希望我们能够登月。当然有人会说那登月2030就要去了，中国到了2027就要去了。可是你要记得，人类刚开头说要去登月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讲的是嫦娥跟吴刚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未来的稀土从一个90%永磁材料，90%以上的分离加工，90%以上的重稀土的供应都集中在中国的情况之下呢，要达到其他地方60%，是一个非常大的挪动，事实上也非常困难。是啊，稀土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还是至少短期内是没有办法你超越它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优势哈。而且我想补一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稀土它在分离的时候其实是个高污染的产业，可是中国大陆在科技上面也把稀土的分离提炼的那个污染程度呢也大大的降
降低。所以其他的国家如果既要维持他们的战略需求，又要维持它的环境标准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层的困难了。对啊，这个重点真的是因为欧洲向来就是以 G7 为主的欧盟、欧洲这些向来重视的是环保啊，那你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环境成本，你需要有高级的环境能力，就要靠技术，对，看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有这种技术达到。那么除了稀土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矿产。我们先前曾经分析了，就是中方禁止钨矿出口之后，对于其他国家产业造成的冲击。那现在有一个最新发展，另外一种新的矿产就是叫钼啊，一个金字旁在一个眼目的目。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金属，它少量增加到钢或者是特殊合金当中呢，可以提高材料的耐高温、耐腐蚀、散热快速这些相关特性，所以呢，也因此成为半导体跟精密零件抛光制造过程当中的关键材料，并且呢，广泛应用在航太、国防、核能、石油化工这些相关的高温高压产业。而这个时候看到《韩国时报》有报道说，全球最大韩国这个一家唯一的阿尔蒙蒂韩国钨业公司宣布在江原道的桑东矿区发现了被称为是黑金的钼矿，预计这个储存量呢可以稳定开采超过60年。而目前南韩有超过80%的钨跟90%的钼都是高度仰赖中国大陆的供应。台湾这个稀有贵金属回收冶炼大厂他们的总经理吴永忠也认为说，钨跟钼这两种金属的特性是完全不同，不可能替代的啦。所以呢，他是持续看好钨的应用前景。不过我们提到的这个钼这边有张图表特别做出来给大家看它的基本资源，因为它熔点也非常的高，2623度摄氏度。主要刚刚提到了应用在钢铁、国防、能源、半导体跟电子产业。为什么说它是重要的战略金属？因为它可以运用在军事方面、能源方面、科技方面跟基础建设方面。好，重点还有一个全球的钼产量的分布，中国大陆是第一，而且比智利呢要多出1倍。这个储量部分的分析目前中国大陆也是排在第一美国第2，第3是秘鲁，第4智利，最后是俄罗斯。所以现在说发现巨大矿藏的南韩其实还排不到前5名。我想请教大使的是，南韩这样的放话，像稀土市场这个好像是预先抛出了一个利多，它背后图的是什么？我想稳定军心吧。对，因为钨跟钼好像可以那个鱼目混珠一下。因为这个现在三星跟海力士，他们在这个制造晶片，不管是逻辑晶片还是记忆晶片的时候，它制程中要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光刻胶一个涂膜叫这个6氟化钨。现在这是很热门一个名词，6氟化钨没有6氟化钼，只有6氟化钨。钨还是重要的，钨还是重要的。所以这个钨，他们80%是靠日本2家厂供应的。这2家厂，一个叫关东电化工业，一个叫中央烧子这个2个公司，他们提供了这个韩国这2家厂的80%的6氟化钨的这项产品。那这2家日本公司已经正式告诉他的客户，7月1号以后永远停产，因为没有钨了。没有钨，因为钨是中国大陆对日本进行稀土禁运的一个重要项目。是，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大恐慌。美国也出面跟中国大陆喊话说，你这个还要网开一面对。那美国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从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面方面来顺畅来出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对整个芯片的供应会出现大的一个波动，那投入一个极大的一个变数，那这个对大家都不利。不过中国大陆是断然拒绝，中国大陆说，外交部发言人讲得很清楚，我们对日本进行这一些关键稀土的禁运就是要怎么样？要断绝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再起，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图。基本上讲得很清楚，所以看起来是不会恢复了。那钨，不管是钨还是钼，我们还是回到这6氟化钨好了这个钨事实上，中国大陆整个它的储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产量
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于国际的成本，整个生产成本低30%到50%，所以呢，基本上中国大陆在这个钨的供应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这个钨的整个里面比较精炼的所以精炼钨粉，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高端使用的一个叫什么叫重钨酸铵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占有率超过90%，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在钨的供应上是不可取代，那即使其他国家要跟进的话，那么从开采到一般外面说最乐观的讲法，从探勘开采到这个精炼生产，最快要3到5年。所以这个目前3到5年之间，国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买家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对，所以呢，真的是被卡到脖子了。所以日本急了啊！这次在 G7 也看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会中就表示说，他非常的担忧。来，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他的说法是说，他非常的忧虑中国对日本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对7大工业国集团跟理念相近的国家的供应链造成影响。日本没有了钨，非常的紧张。没关系，我们这里有钨，因为我们有钨老师。钨老师，我想请教，短期之内，如果中方持续的就是管制钨的出口，对于日本半导体，因为现在他们非常的积极想要把他们的半导体振兴可是如果没有钨了以后，后续的这个冲击评估。这个一定是有冲击的，那要想就用各种办法来补救，也一定会有办法。可是呢，这个都是时间跟程度的问题。那半导体呢，是一个从这个用材料这个角度来，用钨这个材料来讲，是一个成熟的部分，所以它已经用得很成熟。虽然这个钼跟钨在这个原子这个化学元素表上面是同一个6B 组嘛，我在想我们高中背那个化学元素表，对，它是同一个组6B 组，所以它的确有相同的化学特性。可是之前人家没有用钼，是用钨，就表示它有很多特性更适合用。那当你用得这么习惯的时候，你要换成另外一种元素，就算它本来是相近的同一组，那你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你刚刚讲说有没有冲击，当然有，它花多少时间换到超支或者是弯道超支，再补足这个部分都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蛮赞成刚刚介老师讲的，韩国政府当然先出来喊话一下，因为稳定军心嘛。可是你在实务上，产业界真的要能够用一个新的取代产品，让所有的供应链大家都要来配合，来补足半导体这个部分在使用上的短板是很困难的。虽然它要的量并不是非常非常大，要的量是很小的，可是呢，如果就完全没有，那你要做真正高端的，日本现在是希望能够做高端的半导体它的北海道那个 Rapidus， 它一开始设定目标就是2奈米所以要做很高端的产品，这仍然会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会被卡脖子的弱点就是短期之内至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替代性。短期没有，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的，绝对短期绝对没有。我讲的短期是1-2年，甚至2、3年之内都不太容易被短期是1-2年都取代的。对，你要做一个那个新的产品，你要花多少钱去测试，让它能够达到我们刚才在讲到良率、稳定大量生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所以总结一个结论，刚才3位老师都讲到了这个南韩这次特别说这个钼可以取代钨，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太可能。您刚才提到也是时间的问题，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就是那句话，喊出来稳定军心就好。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这一段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中东的局势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了美国跟伊朗呢，为了要结束军事冲突18号双方签署了伊斯兰堡的这个谅解备忘录 MOU。那原本是19号这一天要在瑞士日内瓦要重启谈判结果临时喊卡。那外界分析呢，这个原因可能是出现在这个最近这几天，以色列不愿意停止攻击黎巴嫩，因为19号凌晨呢，以色列的军队呢又狂轰黎巴嫩南部多处城镇。当然呢，这个声援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呢，也在黎南山区炸死了以军大概有4个人左右。同一天，路透也报道说，真主党与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
美国跟卡达的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协助下促成了这项协议。好，这张图表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哇，真多14项协议条文的重点。但是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全面停火，相互不干涉。可是呢，这也是一个重点，是60天内接下来60天内会完成最终协议谈判。好，签完了之后的60天，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变数。那当然，美国会解除海上封锁，荷姆斯海峡要恢复通行另外是建立合作机制等等。好，还有就是核武的问题，这个也要接下来继续谈的。浓缩铀怎么样来处理？美国这个石油的制裁权豁免，还有解除这个伊朗海外资产的冻结。好，14项，可是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呢，原则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先停战。可是现在看起来，这14项协议是一个极为脆弱的协议观察重点就是刚刚提到的，签完之后的60天，你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出现？对照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先前的说法，他曾经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呢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的安全区的这个军事存在。所以大使现在听起来，是不是以色列变成了这个美伊最后往下走协议要确认的最大变数？对，这个只要以色列对这个黎南用兵，或者对贝鲁特进行轰炸的话，伊朗就会拿这个来当理由，就会对美国施压，那要美国来控制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最不爽的就变成美伊谈判，以色列没有在餐桌上，反而跑到菜单上去了。你看以色列、伊朗跟美国停火，怎么会停到这个黎巴嫩去啊？对，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这是奇耻大辱，此仇必报。然后呢，也不可能退出黎南。那不过这个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一些有一些关键，就是说以色列如果不对贝鲁特进行无差别轰炸的话，那伊朗的反应会比较小一点。那因为现在这个那当时这个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是因为以色列对于贝鲁特南郊的这个所谓的真主党领导人居住的地区进行这个猛烈的轰炸，是要把这些真主党的领导阶层一举全部端掉的时候，伊朗就出手了。那现在事实上的话，以色列在这个陆军地面上的进攻并没有停，因为过去有一个就是说这叫缓冲区，过去的缓冲区事实上从伊朗跟以色列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的边界线向北推20公里，正好推掉一条河，这条河叫利塔尼河，所以利塔尼河一直是那一个以色列缓冲区的北方边界没有变过。可是最近我看了一些报道说，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深入30公里，所以呢，这个是冲突的根源。可是因为是陆军的话，所以它造成的伤亡是有限，它的这个也不是国际大城市贝鲁特所以国际上的这个观瞻的影响并不大。可是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战斗，而且在不断的在扩大它的它的所谓的这个缓冲区的这个以军的控制的这个地盘的大小继续扩大，而且以色列前一阵子又通过一个国内的法律，他已经同意在西奈半岛在未来一段时间移入10万名以色列的移居者，也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就直接送到西奈半岛去了，那么进行屯垦那现在这个黎南的部分的话，以色列是一样，军队走了以后，军队控制了前线，后面人就进去了，然后把这些其他的原住民原始住民把它限时离开。那这离开方式也跟在加沙走廊很简单，就那样散传单，对，说我的军队有军事行动就在这一块明天下午3点钟军队要来了，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走吧，就看这些当地的这个世居于此的这些人就赶快这个收拾细软再逃了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要看这个伊朗能够忍受到什么一个空间，因为伊朗的关键点在什么？
伊朗的关键点在真主党，真主党是不能被消灭的。对，那你去占一点这个黎南的地盘啊，可能还没有真正好碰到以色列的这个核心利益，伊朗的核心利益。所以我觉得到底会不会以色列会不会怎么讲呢？或真的哈又触起伊朗哈再继续要发这个飞弹哈去攻击以色列，我觉得还值得观察的。要伊朗不打的话，美国就还可以多混一些日子。就这样听起来，其实以色列只要不受控的话，其实就会可能变成，即便是签了，未来60天还是一个非常大，会影响到整盘局的一个变数。纽约时报专访了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啊，那范斯就点名批评以色列极右翼的财政部长跟国安部长2个人，而且直接就质问啊，那些强烈反对美伊和平协议、坚持持续战事的这些以色列强硬派。范斯的问题是说你们具体的方案到底是什么？你们是一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不能够靠杀戮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那范斯也强调呢，川普是这个时候世界上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袖。他还说呢，如果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国会议员啊，或者说国会阁员啊，政府阁员，他恐怕不会攻击以色列如今唯一的强大盟友。其实范斯跳出来讲话，应该也是代表川普在表达这个对以色列的态度哈。可是问题就在于纳坦雅胡跟他身边这个我们刚刚讲说主战派，他们现在怎么想怎么做哈。所以切姐觉得美国有办法让美伊协议真正的落实生效，甚至是执行吗？您觉得乐观吗？我觉得从2月28号那一天的时候看的话，美国跟以色列似乎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但是从6月18号的这个角度看，或是从6月15号那个细节出来的角度看呢，美国跟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呢是已经开始有逐渐的分歧了。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现在比较重要的战略目标应该是要脱离战场，然后迅速的重建海峡秩序，而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仍旧是区域性的，就是彻底解决他认为对他的安全风险。是在1996年那个 Clean Break 计划里面，也因此呢，就刚刚讲的像是哈斯巴拉真主党，或者是南边的这个其他的像跟他有关、跟伊朗有关的叫抵抗之湖的任何一个地方呢，对于以色列来讲都是解除它的安全威胁。所以一边已经回到了全球战场上，或是全球大范围上面美国的主导权；另外一边呢，以色列还是留在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安全的这个角度。所以如果我们把跟过去的一些4大协议来做比较，我就简单的拿伊朗核协议，在俄乌的时候的第1阶段的明斯克协议第1、第2，或者是这个战争，就是俄乌战争后来开始的时候，在3月就开始有的这个伊斯坦堡协议呢，就是在2022年和这一次的2026年这个伊斯兰马巴德的协议，你去看，它最后都不是在刚刚讲的14点中间的技术程序或者是文本。它最后最大的困境，看它的分歧，都是在于说你最后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够收束到非常接近，大家对于最后终局的想象是不是一样？所以今天显然看起来，以色列在纳坦雅胡的主导之下，他所希望的终局还是他原先设定的那个终局，就是完全的去解决他所谓的生存威胁，要毕其功于一役。完整的，好不容易让美国跟他一起用雷霆之势啊，叫史诗性的愤怒去击打了伊朗之后呢，他没有离开，他希望能够让那个以色列完全没有风险。对，所以因此他对于抵抗之湖的每一边啊，南部的和北部的，或者是任何我们刚刚讲，无论是那个西奈半岛啦，或者戈兰高地啊、加萨走廊啊、西岸啊等等，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以色列要到一个比较扩大的一个领土，并且没有任何的风险跟威胁。那这个剩下的就是伊朗之所以会撤出的理由。今天伊朗如果不借着美国希望能够脱离战场，只要在石油美元上面维持它的霸权，维持它在石油经济上面建立的美国霸权，并且让荷姆斯海峡可管理的这几个战略上面呢，愿意跟伊朗让步的这个势头的话，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机会可以去保护像
真主党。所以现在的情况真的就是以色列随时可以让他破局，但是要看美国愿不愿意用更大的力量去告诉以色列，你要不要试着一个和平的终局。这个态势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就是说未来的一个新的中东或者是新伊朗的一个形成啊。那刚才倩姐也提到说，当初美以的战略目标其实是共同的，是一样的，但是呢，以色列没变，美国最后变了。那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讲说14项协议呢，这个美国也承诺，除了14项协议以外呢，跟区域伙伴要共同拟定一笔规模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啊，作为民间投资工具，但不是用作重建或战争赔偿的计划。而川普呢，则是在 G7 的峰会场边呢，他是大力的赞扬说这个美以协议啊，那并且说呢，这只是备忘录啊，要是他不满意的话，可以重新开火哈，把炸弹扔到伊朗的头上啊。如果不喜欢不守规矩的话呢，我们会回头丢炸弹砸他们的脑袋啊。这当然这个川普的话我们听听就好。川普自己以为的这个甜头呢，看似把美伊的停战包装成一笔生意啊，但是当时开打所犯下的战略错误啊，吴老师，我想请教你啊，现在靠着这14项的协议，就能够顺利的、安全的下车吗？那刚刚也点到了，以色列是一个不可控的，或是甚至是最大的一个变数哈。那除了纳坦雅胡本人自己的个人政治生命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您看到的？因为川普讲话大部分都不能信，他刚刚讲的有一句话对，他说这只是一个 memorandum 这不是真正的协议啊。那这个 memorandum 好，就算是协议好了，那谁签的？美国跟伊朗嘛。可是刚刚倩姐讲到一个这个反抗之湖是不是？这周边抵抗之湖，这周边还有很多都是对以色列不满意、对美国不满意的。那本来他们力量非常小，那这种很小的这个，你叫他地方诸侯也好，地方势力也好，要不然你把他打服。那就以色列现在的做法，要不然就是刚刚讲的，伊朗如果有足够的实力、财力，能够安抚他们，让他们大家过好日子也可以。可是这两个条件现在都没有出现，所以两个签约的，其他没有签约的都有意见，利益没有被保护，又不能被打服，又不能被安抚，他们难道会乖乖在那边坐以待毙吗？不会的啦，他们也会出来闹事的。那现在他们闹事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就是无人机啊，这种武器很便宜，我就开始闹了。那大国就有弱点，这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不对称的战争，就对方要有弱点。所以这些小的势力，既然又有不对称的